我叫陈小棠，在霍氏集团任职6年，经济接到高层优化通知。程总，到了。别把车停公司楼下，倒车。是。我一向恪尽职守，为公司拉来许多大单，谁曾想这场名为优化的高层会议，竟是为我个人设计的鸿门宴。周总，我建议公司裁员，先裁陈小棠。你说什么？哼，你要裁我？天哪，程总竟然怀孕了！什么？程小棠怀孕了？怀孕生孩子要请假，不干活还想白拿工资啊？陈小棠怀孕了？有这种事？怀孕生孩子要请假？对呀，公司规定写的清清楚楚，怀了孕要上报。你身为公司高管，昨天中午就查出来了怀孕，为什么不上报？想用怀孕辞退，郑雪茹根本不知道我就是这公司的董事长夫人。老婆，我不想出差了，你怀孕需要人照顾，我在家里照顾你和宝宝吧。本来欧洲那边点名要我去的，结果我怀孕了去不了，你必须得去啊。谁让我老婆厉害呢？就算在公司隐藏董事长夫人的身份，也能拉来大单。就算你夸我，这差你也得去啊。快走吧，小心赶不上去欧洲的飞机了。老婆，这是我最后一次出差，回来之后我就天天守着你和宝宝。周总，我还详细查了一下陈小棠的行程安排，她昨天中午去医院检查，迟到了3分钟，今天更是迟到了10分钟。这如果迟到的时候碰到了业务对接，这公司的损失谁来赔偿啊？综上所述，我建议公司裁员，先裁他陈小棠。程小棠，我最后问你一遍，你确定怀孕了？对。既然如此，按照公司规定，公司有权跟你解除劳务合同。我怀孕没上报，是因为还没有来得及。我想问一句，为什么郑雪茹怀孕了，你给她批了3个月的带薪假期，而我怀孕第2天就要被辞退？你们情况不一样，雪茹是高位妊娠，你跟她比什么？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这公司2/3的业绩都是我拉的，离了我，公司还能运转吗？程小棠，程小棠，我承认你是有点能耐，但不管是裁员还是怀孕不上报的事情，为了公司发展，必须走。你确定？我确定。那郑雪茹靠你潜规则上位，也是为了公司发展吗？程小棠，你别胡说。周总和郑雪茹，我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就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没错，你自己被裁了，还想攀扯其他人。以前觉得你挺有能力，现在看来，你就是想用这种方法赖着不走吧？我赖着不走，难道不是吗？陈小棠，我实话跟你说，你之前对公司确实有点贡献，不过是赶上了公司的好时候。你现在怀了孕，就是个累赘。行了，别吵了。程小棠，你身为公司高管应该很明白，公司章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你怀孕不上报是事实，怀孕会影响公司业务进度也是事实。不过公司的人性化，我会为你申请离职补偿，你马上走人。周副总，你是副总没错，但你没有权利辞退我，更没有权利以怀孕的理由辞退我。我要等董事长回来再说。哼，等董事长回来又能怎样？你违反了公司章程，必须得走。哦，我知道，原来陈小棠你这么有底气，是因为你以为自己勾搭上了董事长啊？我勾搭董事长？有意思，我勾搭了我老公？难道不是吗？看来你对我的私生活很感兴趣。我怀孕你知道，我跟谁走得近你也知道。那我很好奇啊，你能不能详细说说，我具体是怎么勾搭上董事长的？难道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吗？哼，诸位，这就是我的证据。我去，真的假的？快看，你快看！
这程小棠也太不要脸了，当众勾搭我们霍董事长。就是，全公司谁不知道，董事长对夫人那是爱到不行，捧在手里怕碰着。程小棠还好意思舔着脸去董事长面前献媚。我献媚？从小到大都是他追我的好吗？老婆，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我自己回去吗？你刚从外省开完会，还来接我呀？老婆下班闹不接的道理啊！上天班辛苦了，快回去，我给你好好按讲。好。快到公司了，你把伞给我吧，不然被同事看见你一个董事长给我打伞，影响不好。那怎么了？我爱打就打，给老婆打伞，天经地义。老婆，想喝你亲手做的咖啡。霍总，现在可是工作时间啊。本来我不想让你隐藏董事长夫人的身份，现在好了，凭你的隐藏身份，你工作起来连老公都不要。好了，那我现在给你送过去。你占据每个想的以后。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建议裁掉他陈小棠的第二个原因，勾引董事长。心术不正的人不配待在公司。你们辞退我，指责我，我都接受，我可以走。那我手下剩下的单子怎么办？单子谁都可以做，你不说我都忘了。现在就把你手里的所有单子拿出来。我记得你手里还有个1600万的项目，就差签字了是吧？以后就交给我了。1600万，那是我跟星辰集团半年的单子，辞退我是假，想摘掉我培育的果实才是真。好啊，那你跟我来拿吧。这就对了，你要是早点把单子拿出来，或许我还能手下留情呢。郑雪茹，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我都照单全收，但我会让你知道，无论是辞退我，还是这1600万的单子，你都吃不消。郑雪茹，你不是说要交接工作吗？文件都在这儿，自己拿吧。这么多？这么多？对啊，我在公司工作了6年，这6年上到公司的合同，下到合作方每一个人的联系方式，都是工作需要。这么多我怎么拿啊？你问我，这不是你自己要的吗？行，陈小棠，你给我等着，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喂，周哥哥，你赶紧来吧，陈小棠欺负我，他都要打我了。什么？程小棠难道要上天不成？你等着，我马上过来。陈小棠，我劝你现在给我识相一点，把这些东西放到我工位上去，否则我可不保证周总来了之后会发生什么。郑雪茹，你就是这样傍着周总的吗？哼，陈小棠，你不是也傍上董事长了吗？怎么，你现在开始嫉妒我有周总护着了？郑雪茹，作为前辈，我告诫你一句，职场上凭的是能力。哼，陈小棠，你不就是话里话外说我没本事吗？那又怎样？你不过是我的手下败将罢了。程小棠，在公司你还敢动手？周哥，你终于来了！陈小棠他都要打我了。不仅如此，还让我一个人办那么多的文件。我可是孕妇啊，还是高危人生，我怎么能办那么多东西呢？雪茹，你放心，这些用不着你办。程小棠，我命令你，现在立刻把这些东西给雪茹送过去。周副总，你命令我？程小棠，只要你还在公司1秒，我就还是你的上级领导。现在我命令你立刻搬文件。周副总，我也是孕妇，况且你们只是劝退我，万一我在搬文件的途中有什么意外的话，
可不只是解聘的事情了。周哥，你看他不过是你的下属而已，还敢威胁你呢？程小棠，你敢威胁我？周副总，我怎么敢威胁您呢？这些文件您要的话，就赶紧搬走；不要的话，就赶紧滚出我的办公室，别在我这里轻声。周哥，陈小棠说这些都是他6年的所有文件，还有他那些合伙人的联系方式，这可是他全部的人脉。程小棠偏是在公司压我一头，现在他走，我一定要把他的人脉全拿到手。搬，雪茹，我帮你搬。好啊，那你们就好好搬吧。程小棠，你站住！既然你不签解聘合同，那就把明天和星辰集团签约的合同重新再做一份，做不完不准走。你要劝退我，还想让我做合同？怎么，抢了我的提成，还一点工作都不想干是吧？陈小棠，你别血口喷人，谁要拿走你的提成？没错，是你自己。工作期间怀孕，还多次造谣我跟雪柔的关系，公司不开除你，开除谁啊？好啊，那我就看看，最后是谁走。你少在这儿给我嘴硬！明天就是和星辰集团签合同的日子，我现在问你，这工作你是做还是不做？我不做。现在已经下班5秒钟了，我要下班了，你们自求多福吧。程小棠，我一定让你哭着走出公司！哎，小棠，方志远，我和霍云洲的大学同学，也是这次合作星辰集团的负责人。可关键的是，郑雪茹根本不知道我们认识。方总，你倒是来挺快啊！嗨，我的老同学，你可别打趣我了，快上来。好。不好，陈小棠怎么坐上星辰集团方总的车了？难道他想阻止我拿订单？明天签合同，怎么突然想见我了？志远，星辰这笔单子，明天我不跟进了。怎么了？我可是看在你的情分上，才选择你们项目组的。我昨天刚查出来怀孕，今天在会议上就被当着所有人的面被周刚和他那个情妇郑雪茹给劝退了。什么？他们不知道你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夫人？不知道。那霍云洲呢？他身为董事长，平日里看他对你这么好，关键时刻怎么不出面解决？云洲出差了，还在飞机上，明天才能回来。嗨，霍云洲这个时候出岔子，小唐，当年你还不如选我呢。你就别开我玩笑了。哼，好了，我知道你的性子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他。说吧，你打算怎么办？他们不是说我勾引董事长吗？在这之前，我要散发董事长夫人明天会和董事长一起回来的消息，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死到临头了。那我能帮你做什么？志远，明天签合同的时候，我也会在现场，到时候我要你配合周刚和郑雪茹，让他们觉得一切顺利，认为我死到临头。我明白，你是想把人高高捧上，重重摔下来。没错，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1600万从来都不是他们的。周刚打电话来了，你接。方总，明天就是签合同的日子了。小唐因为私人恩怨，临时换了项目人，这边你没意见吗？照常推进吧。好嘞。听见没？程小棠勾引方总能怎么样？大家都是生意人，自然更加注重利益。可是周哥，这陈小棠勾引董事长，万一他要到董事长面前告我们的状，我该怎么办啊？怕什么呀？她程小棠就是一个孕妇，谁会喜欢她呀？
这全公司谁不知道，董事长对夫人那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他程小棠也配跟夫人比？可是周哥，我就是觉得他们的关系不一般，这董事长还送他回家呢，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放心，明天董事长和夫人就回来了。他们回来之后，程小棠不走也得走。他走之后，我就把他单子提成，都给你。周哥，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雪茹啊，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眼光，找上我。陈小棠，今天是和星辰集团签合同的日子，谁让你来的？我去哪儿需要跟你报告吗？陈小棠，你这个贱人！难道他是来抢合同的？那是我好不容易抢来的，他也配？不行，我得现在告诉周哥去。哼，周哥！雪茹啊，来的正好，星辰的负责人马上就过来了，你去把这文件送给他。周哥，不好了，陈小棠他刚刚来了。啊，程小棠，他在哪儿？他去办公室了。周哥，他肯定是来抢我的单子的，那个单子是我好不容易拿到的，要是抢走了怎么办啊？这个贱人，敢坏我好事！你先把文件送过去，我去找他。这也太迅速了吧，一点时间都不给我留。程小棠，你不签合同，昨天还擅自离岗，今天又回来干什么？我又没签字，为什么不能来？哦，你是怕星辰集团那笔单拿不到手是吧？程小棠，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以为没了你，这合同就进行不下去了。我告诉你，我昨天和方总通电话，说换了你，方总也愿意继续合作。是吗？那你来干什么？程小棠，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你想说什么？你不是要等董事长吗？今天董事长就会从欧洲回来，还会带着夫人一起。等夫人过来，我就把你勾引董事长的照片给夫人看看，我看你还怎么办。哦，董事长跟夫人一起回来了。没错，以董事长对夫人疼爱，你觉得夫人会怎么对你？今天你不走也得走。怎么了？周哥，星辰集团的方总已经来了，你快过来，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好，我马上过去。程小棠，你老实在这给我待着，等我签完合同，再来收拾你。急什么？好戏才刚刚开始。方总，抱歉，方总，处理的急事有失远迎。我还以为贵司的待客礼仪就这样了。这怎么会呢？确实是突发情况。方总，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司新换的项目负责人郑雪茹，英国海归硕士。方总你好，我是周总，在正式谈之前，我想介绍一个人。什么人啊？我这个项目的引荐人。周总，又见面了。程小棠，你来干什么？我不是让你老实待着吗？我是公司的员工，为什么不能来？小棠姐，你都已经离职了，在这儿不合适吧？我离职了吗？我怎么记得这解聘合同我还没签字呢？离职？这个项目一直都是程小棠在负责，突然换负责人什么意思？方总，
我昨天不是给您通过电话了吗？程小棠因为家庭原因自己提的离职，公司安排郑雪茹来对接星辰项目。周总，不是因为我怀孕才把我劝退的吗？方总，别听他一个人胡说八道。程小棠的为人我清楚，倒是你临签合同前换负责人，出事了谁担责？我们星辰集团只认程小棠一人。凭什么？凭他能力在你之上。如果这次合作没有程小棠，那么我们星辰集团就将会终止这次合作。什么？郑雪茹、周刚，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笔单子你们拿不下来。陈小棠，同样都是职场潜规则，你凭什么？陈小棠，你不过就是靠着勾引方总拿下的单子，你有什么好得意的？霍云州公司都是些什么人啊？霍云州，你亲自培养的员工要把你老婆开除了，原因还是给你生孩子。霍总，有您的短信。什么？周刚竟然在我的公司开除我老婆，马上回公司。郑雪茹，你说我勾引方志远方总，怎么，你敢做不敢让人说啊？好啊，那你说说我什么时候勾引的他？我昨天亲眼看着你上了方总的车，敢做不敢认。难道只是坐个车，在你眼里就是勾引？方总，你敢说你和陈小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老婆，我刚下飞机，马上就到公司了，你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因为怀孕被公司劝退了。志远跟我说了，我马上就到公司。好，老公，我等你。陈小棠，你还知道你是有家室的人啊？怎么，你现在让你老公来，你不怕你老公亲眼看着你给别人当小三啊？我跟程小棠清清白白，你们在这造什么谣？方总，程小棠跟你可能是清清白白，但他一个有家室的人勾引董事长，是证据确凿。你说程小棠勾引董事长霍云州？没错，有图有真相。我早就告诉你了，事情闹大了，你以为董事长夫人会放过你吗？方总都护不住，你叫你老公来有什么用啊？周哥，他私生活这么混乱，你说他那个肚子里……没错，他程小棠为了上位勾引这么多人，这谁知道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呀？周刚，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提我孩子？程小棠，你敢打我？周刚，你敢动手试试？方总，我知道你护着他，偶尔董事长夫人来了，他不走也得走。没错，陈小棠，我现在还有你勾引董事长照片呢，等你老公来了又怎么样？你老公能让董事长把你留下来啊？好啊，我倒要看看待会儿你们两个还能不能说出这样的话。我有什么说不出来的？我就在这儿等着他。程小棠，你个马上就走的人了，还在这嚣张什么呀？我劝你，现在马上滚出会议室，滚出公司，说不定我还不会对你做这么绝。没错，你现在再不走的话，我们就要对你不客气了。你们还想对小棠动手？方总，是他陈小棠赖在这里不走，我们只是按公司规矩办事，把他赶出去。谁敢？霍总，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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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总，霍总，您叫他老婆？难道她真的是董事长夫人？没错，程小棠就是我的老婆。有什么问题吗？不可能，不可能，她就是个普通职员，怎么可能是董事长夫人？没错，霍总，是不是陈小棠又勾引你了？你为什么帮他？还真是油盐不进的两个人。郑雪茹，别以为你自己被潜规则了，其他人都跟你一样。谁被潜规则了？陈小棠，你要是真是霍总夫人，这么多年你为什么隐瞒身份啊？没错，你要是董事长夫人的话，你在公司工作6年，怎么可能一点马脚都不露？所以你根本就不是董事长夫人。我隐瞒身份是为了融入你们，能给你们升职加薪的机会。没想到帮了你们两个白眼狼。老婆，别和他们解释。
霍总，周刚，我来之前听说你要在我的公司开除我老婆。误会啊，霍总，这都是误会。没错，霍总，事情不是这样的，都是误会了。就算程小棠不是我老婆，能有什么误会？能让你趁我不在的时候私自开除我公司的高层呢？没什么误会，他们说你老婆勾引身为董事长的你还不够，还要勾引合作方的我。我不是，我没有这样说啊。没有。周刚，你在任职期间不就是想利用职务之便，把这600万的提成放在郑雪茹的名下吗？还有，在你的任职期间，你把郑雪茹从一个新人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升到了总监，这其中的一件件事情，还需要我细细说明吗？程小棠，你别血口喷人，我看出来了，你想把我们都拉下水去。就是陈小棠，你这狐妹子功夫够深啊，能让霍总这么爱夫人的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你是霍总夫人。程小棠，在公司里面你雷厉风行的，没想到啊，你在背后是这样的人。你之前的订单是不是也是这么来的？到底在床上下了多少功夫？闭嘴！老婆，先喝口水，咱不生气了。没事，这不值得我生气。好点了吗？周哥，董事长居然对他这么贴心，他该不会真的是董事长夫人吧？不可能，肯定是程小棠给董事长打了招呼，故意演给我们看的。那周哥，肯定是陈小棠提前跟董事长告状，咱们不会有事吧？不会，我是公司的元老，霍总是生意人，分得清局势，不可能因为这个小三动了我们。周刚，郑雪茹，你们2个被开除了。什么？开除这件事，我不想再说第2遍。霍总，你不能因为程小棠背地里是靠你上位的，你就如此维护她。确实捞了点油水，但绝对没有程小棠说的这么严重。我也没有打过她提成的主意。周刚、郑雪茹，你们敢发誓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做过其他事情吗？我，你不敢。陈小棠，你有什么好得意的？谁在工作上没有捞过一点油水？但是你怀孕没有上报，这是事实。公司规定上写的清清楚楚的。郑雪茹，我昨天才查出来怀孕，你今天就把我的孕检单放在 PPT 里面，你不专心工作，平日整日跟踪我，你想干什么？谁跟踪你了？我不过是在医院恰好碰到你。好，我就当做你在医院不小心遇到我。还有你周刚，你口口声声说霍总维护我，难道不是吗？周刚，这6年里，我为公司拉了2/3的业绩，而你呢？你在干什么？不是在捞油水，就是在养情妇。你还记得吗？你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是我一把手带着你。当时我念你工作认真，生活艰辛，我给了你一次又一次的升职机会。周刚，这6年里我帮了你多少，你心里清楚吗？郑雪茹，你知道公司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孕妇要上报的条例吗？是因为我们想知道公司里有哪些孕妇需要得到公司的照顾，而不是让你拿这个当借口去开除人的。别说了，老婆，你需要休息。你们2个去人事部办理离职吧。霍总，我不可以离职，我现在已经怀孕了。要是离职的话，没有公司会要我的。霍总，我错了，
我不肯。够了，来人！把他们两个带出去。霍总，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在公司拼搏多年，你不能这样只听程小棠一人之言就开除我呀！放开我，陈小棠，我不会放过你的。带走！胡总，求你饶了我吧，别相信这个狐狸精！头疼了吗？我给你揉揉。抱歉，老婆，是我回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以后我好好照顾你。没事的，老公。瞧瞧你俩腻歪着劲儿，我还在这儿呢。方志远，你就别拼了。不过这次谢了，你陪在小棠身边。陪在小棠身边，我乐意至极。而且，把人开了就行，一切都结束了。还没有结束。周刚这个人为人利己，睚眦必报。这件事情之后，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放过我的。那怎么办？要业内封杀吗？不用，对付这种人，太果断就没有意思。你的意思是？我已经联系了律师，我会起诉他们两个人对我的诬告，还有所有任职期间收的贿赂。方志远，周刚离职的消息，还麻烦你帮我散出去。好。之前周刚能谈成合作，都是借着我的关系，现在我要断了周刚的所有后路。我程小棠从来都不是任人宰割的人。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600万的提成没有拿到，还被辞退了。哎呀，周哥，现在怎么办呀？怎么办？郑雪茹，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我现在很累。周哥，你哄我干什么？我也是因为你才得罪陈小棠的呀。是，我知道我没有，可是周哥，我和宝宝也是心疼你啊。哎呀，好了，刚才是我脾气不好，我只是觉得今天这事不对劲啊。我跟了陈小棠这么多年，她怎么可能是董事长夫人呢？她绝对不可能是夫人，真正的董事长夫人是雍容华贵得体的，绝对不是她那样的。但是偏偏董事长就着了她的狐媚之术，还说周哥你能走到今天是因为他。他跟周哥你比，差得远着呢。程小棠，今天这仇，周刚记下了。周哥，我还有一个办法。什么？董事长之前因病请假的时候，不是发了一个通告吗？那个公告里说，最近的工作事宜都发到夫人的邮箱里，所以那个邮箱就是真正夫人的联系方式。你的意思是？没错，只要我们联系上真正的夫人，到她那去揭穿陈小棠勾引董事长的事情，我看他陈小棠到时候怎么办？雪茹，你说的对呀。我现在就去找。快！找到了。程小棠，跟我斗，只想看你怎么办。快打过去。老婆，这个力度怎么样？云中，你先回自己办公室吧，同事看见了影响不好。老婆，我只想和你待在一起，而且我们都公开了，害怕影响不好。我先接电话，待会儿再说。喂，您好，请问您是董事长霍云舟的夫人吗？这声音是郑雪茹，您哪位啊？哦，我是公司员工郑雪茹。我要举报，公司里有个叫陈小棠的，一直在对董事长暗送秋波呢。郑雪茹没听出是我的声音，正好，那我就陪她好好演一出戏。郑小姐，你胡说什么呀？我老公对我向来忠心的。是怎么了？哎呀，夫人，我这里有照片可以证明。而且这个陈小棠，她说自己怀孕了，还在公司里大肆宣扬，说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董事长的。夫人，您一定要管管啊！什么？
霍云舟这王八蛋竟然背着我！郑小姐，你把照片发我一下吧。我要看看是什么狐狸精竟敢勾引我老公？夫人，我这就发给你。老婆，我可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我知道，郑雪茹打来电话跟我说你在公司里养情人呢。他这是从公司的文件里找到你手窍吗？而且还没有听出来我的声音。既然都亲自送上门了，那我就来教教你这事儿该怎么做。照片来了。怎么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张照片？夫人，您看到了吗？就是这个女的，当着全公司面多次对董事长霍云舟进行勾引。郑小姐，我看到了，这是真的吗？绝对是真的，夫人，我拿人格担保。要不这样吧，咱们见面聊。夫人，您有时间吗？郑小姐，不好意思，我被霍云舟困在国外。我本来以为云舟是心疼我，想让我去国外散散心的，没想到是想背着我跟其他女人拉拉扯扯。不愧是我老婆，眼睛真好。那您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呀？大概5天后吧。好，那我等您。郑小姐，看来你是真心想帮我。我还有一件事情，想麻烦你帮个忙。您说。我有一个跟了将近2年的客户，这个客户非常难搞。我本来想签了之后给云舟当做生日礼物的，但我现在被困在国外，没办法到现场。你能不能当做我的朋友，帮我签了？我吗？对，霍云舟对不起我，我也没有必要给他准备什么生日礼物。郑小姐，如果你能签下这个合同1000万的提成全都给你，当做是对你的报答了。真的吗？多谢夫人。是我该谢谢你。那我们下次再通话。夫人您放心，我一定随时给您汇报国内的情况的。鱼儿上钩了。老婆，你哪来的2年大客户？之前一直想跟我们合作的何总，他现在急需合作方。何总，丰荣的何冠明，他公司资金链都断了，项目不都是垫的钱？我知道，就是要周刚和郑雪茹把之前从公司捞的油水都给我吐出。周哥，你听到了吗？等夫人回国，我看他陈小棠还能不能消沉。先等等，董事长夫人说的这个项目靠谱吗？别是骗局？哎呀，周哥，这可是董事长夫人亲自推荐的项目，怎么可能有假？再说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帮了夫人这么大一个忙，夫人怎么可能会骗我？可是，周哥，你先别可是了，董事长夫人已经把文件发给我了，你看。丰荣集团这个公司我知道，前几年在行业里风头大盛，可惜啊，这几年不行。哎，这不会是个赔本的项目吧？怎么可能是个赔本的买卖？夫人都已经跟了2年了，周哥，你想想，这次是夫人出了事才需要咱们帮助，如果咱们办妥了，那夫人以后还会亏待咱们吗？不会。没错，到那时候，他陈小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被我们踩在脚底下罢了。那我们试试。你好，我是周刚，来找何冠明何总。您2位是来聊金融收购案的周总吧？何总打过招呼了，请先在会议室等等。好，周哥，我都说了吧，夫人介绍的绝对靠谱。走。程总，这次公司危机，真的感谢您愿意帮我。没关系，我也只是顺水推舟罢了。何总，这人到了，你可别让我失望。我懂，程总您放心，哪怕他们2人拒绝合作，您这份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放心，以他们2人的贪得无厌，一定不会拒绝的。那我先走了。程总，您慢走。
何总，你好，二位想必就是霍夫人的朋友吧？快请坐。请。何总，霍夫人在国外不能及时回来，但是她特意交代，这次项目让我们两个来谈。霍夫人跟我说了，霍夫人呢眼光毒辣，在生意场上有自己的见识。二位是霍夫人推荐的，想来实力也相当啊。虽然比不上霍夫人，但我想也不会差到哪去。这太好了，这个项目交给你们啊，我放心。但现在啊，有个小问题，不知道二位能不能承受？我就知道事情不会这么顺利，难道真的有诈？何总，不妨先说。说出来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二位也知道这个项目有多抢手，不少人都等着争这个项目，所以在合作之前，需要二位垫付80万保证金。不过放心，项目完成之后全额返还。80万？没错，项目利润大，我们这边也是想要一个保障。只要能把程小棠踩在脚下，80万就80万，更何况项目结束还有1000万的利润。何总，我们先。什么？二位不再商量也？不用了，不用了。那好，把面前这个合同签。郑雪茹，你别擅作主张。周哥，咱们只是垫付80万，但是利润有1000万呢。何总，我们签。郑雪茹，你做事能不能动动脑子？什么都不懂，你就敢在合同上签字？这80万去哪弄这80万？周刚，你吼我干什么？我吼你怎么了？谁让你在合同上乱签字的？这80万打水漂了怎么办？我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我实在看不惯，他陈小棠没有你厉害，还欺负你，我就是想帮你报复回去啊！我一个怨妇，还能做什么？除了这样还能怎么办？可你既然为这件事吼我，周哥，我在外面不顾骂名给你当小三，还怀着你的孩子，你居然为了这点小事，居然和我……好了，别哭了，刚刚是我语气不好。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正好，我借此机会去找之前的合作方，把程小棠的客户都给他叫来，看他怎么办。周哥，还是你厉害，这么快就想到了解决办法。雪茹啊，以后做决定的时候你要听我的。周哥，我以后都听您的。感谢各位赏脸前来，赵总啊，正在赶来的路上，稍后就到。周总，你把我们几个叫到这里，不是要聊新项目吗？那程小棠程总怎么没来？是啊，程总人呢？那个小棠姐她今天身体不舒服，所以就由我们周总代理给大家来谈项目。是吗？那这新项目是什么呀？这个新项目呢，是我刚接手，由我个人全权负责，利润至少50万。我周某深知啊，这几年大家对我的照顾，所以想带大家一起发财。周总，做生意哪可能这么顺？这好处你说完了，拉我们入伙的要求呢？大家都是老熟人了，我也不兜圈子了。因为这个新项目利润高，太抢手，所以需要大家交点保证金。大家放心啊，这个保证金啊，我已经交过了。周总，那这个项目程总知道吗？知道，小棠姐她已经交过保证金了。是吗？程总在商业场上眼光向来毒辣，既然程总入股了这个项目，我也来。没错，我认识程总这么长时间，跟着他从来就没赔过，我相信他，我也来。真的吗？各位，不要被周刚给骗了。老赵，你在说什么？赵总，咱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怎么说我骗他们的？周刚，
刚才我在门口听你说，这个项目程总也有投资，可我怎么听说你因为背刺程总被公司开除了？周总，老赵说的可是真的？周总，老赵说的可是真的？误会，这都是误会。刘刚，现在外界都传开，你为了这个情妇郑雪茹去背刺带了你6年的程总。什么？你这样的人，谁敢跟你合作？周总，你就这么对待你入行的伯乐吗？周总，你真是太让我失望。我们几个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程总。如果你背叛了程总，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他程小棠能干的，我周刚也能干。是啊，我们周总业务能力也不比他陈小棠差，大家怎么就不能试着跟我们合作一下呢？商场上没有人敢和人品不好的人合作，更何况你有实力。没有程总，你哪来的合作？老赵，别跟这种小人多说，走吧。王总，刘总。程小棠这个贱人。周哥，那现在咱们怎么办嘛？问，这合同是你签的，你问我？不是，你这个蠢女人，你除了多问我，你还会干什么呀？同样是女人，同样怀了孕，你怎么样样都比不上程小棠。周刚这个废物，不行，在孩子生下来之前，我没资金来源，不能和他撇清关系。哎呀，周哥，消消气嘛。这问题是死的，但是人是活的呀。这帮老东西不愿意跟咱们合作，证明他们没有眼光。实在不行，咱们就去找银行贷款嘛。贷款？实在不行，咱们就去找银行贷款嘛。贷款？对啊，周哥，你想想，他们几个不插手的话，这1000万的提成就都是咱们的了，这不正好吗？不行，万一这个项目没成，这钱谁还？这项目怎么可能不成嘛？那是霍总夫人，这何总能骗他吗？哎呀，周哥，你既然不相信，这样我给霍总夫人打个电话，再问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啊？喂，霍夫人啊，我们现在已经见到何总了，但是这个项目要签合同，还要垫付80万呢。才80万，我给你。真的吗？谢谢霍夫人。听见没？霍总夫人说什么啊？郑小姐啊，霍夫人您说，我的卡好像被霍云洲停了，钱刷不出去。啊？真抱歉，能麻烦你帮我垫一下这80万吗？等我回去双倍给你。双倍？老婆，你就这么笃定他们会按照你的计划走？没错。周总，您确定要贷款80万？我确定。周总是这样的，现在贷款需要明确的担保人，您的担保人。这是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只要我拿到钱，立马还上就行。我做担保人。哦，好，那2位在上面签个字就好。哎，好。哎，好了。好的，资金稍后到账，2位先回去等吧。好，谢谢行长。走。程总，你好。如你所说，他们签完字刚走。多谢行长。没事，应该的。鱼儿上钩了，也该开始行动了。周哥，等合同签完之后，我想换一台车。换？1000万的利润，想换什么车都可以。
啊，我爱死你了！霍夫人回国了，她约我见面。是吗？那你回去一定要给霍夫人好好讲一讲程小棠在公司的所作所为。放心吧，我会好好的告诉夫人的。周女士，孟夫人在里面坐。行，忙你的去吧。霍夫人，我是跟您打电话的郑雪茹，你好啊，郑小姐。陈小棠，你怎么在这儿？我约的不是霍总夫人吗？你觉得我为什么会在这儿？陈小棠，你狐妹子的本事够深的，都能从霍云州那知道霍总夫人要回国的消息了。郑雪茹，我劝你动动脑子，好好想想，我为什么会在这儿。郑小姐，郑小姐，郑小姐，所以电话里是你，不然你以为呢？陈小棠，你他妈耍我！上不了台面的小三，你冒充霍夫人耍我！郑雪茹，你有时候怎么会那么蠢呢？陈小棠，我告诉你别太嚣张，你别再自以为是。你就算电话里冒充霍总夫人又能怎么样？我照样可以找到真正的霍总夫人，我到时候告诉他，你当着全公司人的面去勾引霍总，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郑雪茹，你要是还不相信我就是霍总夫人的话，那我只能告诉你，我等着那一天。陈小棠，你以为你是谁啊？霍总夫人吗？你别自以为是，你能不能不要再这么阴魂不散了？我阴魂不散？对啊，就是你！你不仅阴魂不散，你还冒充霍总夫人骗我！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为什么对你？那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你怀孕的理由想劝退我，还想私吞我的提成。那我们不已经受到惩罚了吗？已经被开除了呀！你还想怎么样？真是不放啊！是我追着你不放吗？对啊，没错。如果要是我追着你不放的话，你就不会在这里见到我。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一直以来是你揪着我不放，你没有吗？我没有。你要是没有的话，我为什么会接到你给我打的电话？你为什么要勾引霍总？你要是不勾引霍总的话，你为什么又会接到我的电话？好了好了，我不想跟你这种没脑子的人多废话，走了。陈小棠，你给我站住！你有完没完？陈小棠，难道你的目的就是为了骗我去贷款？哟，还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笨。所以那80万就是你给我设的局，你从头到尾就在算计我。陈小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郑雪茹，我只是想让你们二人把私吞我的那份提成吐出来，反而你问我之前，你也不想想你自己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我也不是被你骗了吗？不，那是你自己搬起石头砸了你自己的脚。如果你不想害我，你又怎么会去贷款？陈小棠，所以丰荣集团的项目也是你的计划，你觉得呢？不可能！你不过是一个靠董事长的小职员，你哪来这么大权力，让一个公司的老总听你的话？不可能！郑雪茹，既然你不愿相信，那之后就别怪我。陈小棠，你给我站住！快点走！你给我站住！您摔坏了我们店的餐具，按规定你应该赔钱。你滚啊！我是个孕妇，出事了你赔得起吗？女士，赔钱。哼，行，够了吗？女士，这是意大利进口瓷具，2000。什么破玩意，2000啊！
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不是雪茹，你说话呀！到底怎么了？周哥，陈小棠他耍我。陈小棠，他又怎么了？我今天不是去咖啡厅见霍夫人，结果我到那儿之后，才发现他就是我约的人。什么？陈小棠真是霍夫人？他怎么可能是霍夫人？他肯定是在公司通告发之前就勾搭上了董事长，不然怎么可能手机号是他的呢？这么说，我们这几天的努力，全部都入了陈小棠设的局。陈小棠故意设局，让咱们背上了80万的负债，他就是为了让我们把这些年吞他的提成都吐出来。这个贱人，算计到我头上来了。周哥，对不起，是我没有听出来陈小棠的声音。如果我当时就听出来陈小棠的声音，咱们就不会上当了。当初劝你不听，现在怎么办？周哥，丰荣集团的项目还是可以继续的。陈小棠的手伸不到丰荣集团里。郑小茹，你是不是蠢呀？那陈小棠能设这个局，说明丰荣这个项目就是他安排的。哎呀，周哥，你想想，他陈小棠不过是一个靠董事长上位的小职员罢了。他们这个圈子最瞧不起这种靠男人上位的人。再说了，这丰荣的老板何总又是个商人，怎么可能完全听陈小棠的话呢？你的意思是，陈小棠也拿不下这个项目，他是在故意给我们出难题？没错。你想想啊，这个单子要垫付这么多钱，董事长怎么可能让陈小棠手里拿这么多钱？他也只能干着急。偏偏这个时候，咱们也找上去了，他肯定以为咱们也没钱。陈小棠是高管，职位只比我低1级，他怎么可能连80万都拿不出来？周哥，那你不暂时也没拿出来吗？哎呀，周哥，既然陈小棠给咱们设计，那咱们不如将计就计，把这个项目拿下来，狠狠打他的脸。雪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丰荣的合作已经签了，这80万就算不出，也得拿出一大笔违约金，那才是真的打水漂了。听你的，努一把。周哥，我和宝宝的生活就靠你了。雪茹，这单子要是成了，我一定让陈小棠付出代价。我也要让他把我这2天受的委屈一点一点的还回来。太好了，何总约我们明天见面。周哥，那咱们快去准备明天用的文件，一定要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到时候咱们一定要狠狠打他的脸。张总，周刚那边回消息了，跟他约好明天见。何总，辛苦你了，我有身孕在身，就以水代酒了。张总，您说这话就见外了。之前要不是您和霍总在我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我何冠明早就过去了。这份恩情，我何冠明死都……何总，别这样，当年啊，大家都不容易，我俩也是举手之劳罢了。您的举手之劳，对我何冠明来说，重如千金啊。何总，我老婆人就这样，帮了人从来不记，被帮的人却都记着。别贫了，何总，这事对你来说有负担吗？他们2人蛇鼠之辈，之后恐怕会纠缠不清的。我怕他们，我何冠明之前就是道上混的，事情闹再大，我都能解决。而且我的合同每一页都是合法的，字是他们自己签的，钱是他们自己垫的，跟我何冠明又有什么关系？这事我们不好出面，多谢你帮忙。日后有需要用到我霍某的地方，请尽管派入。哎呀，霍总，您何必为了2个不知道报恩的小人犯愁呢？
尽管交给我来解决。而且，二位的为人，行业里都知道，不管是不是行业里的死对头，只要遇到困难，你们都会拉一把。那都是陈年往事了。何总，有小道消息说你们最近在筹备新能源的项目。没错，程总的消息还是一如既往的灵通啊。那可要为何某指点一二啊。指点谈不上，但作为报答，你这个项目我投。真的？瞧我这，再次感谢程总。哎呀，都半小时了，何总还没有来啊！别着急。哎呀，周哥，之前何总对咱们这么热情，是借着陈小棠的名义，这现在他不会不来的吧？哎呀，不会的，这个项目利润这么大，都是实打实的，不会的。那些合作方向着程小棠，那是因为程小棠跟他们合作过。何总这什么人啊？丰荣集团的老总，他程小棠的手伸不了这么远。也对，何总一个公司的老总，怎么可能听陈小棠的话？可是怎么还没来啊？人呢？你们管事的人呢？女士，请问有什么需要吗？我都在这等你们半个小时了，你们何总人呢？不好意思，何总在开会，请二位再稍等一下。开会？昨天约的就是这个时间点，你们何总抛下我们去开会，未免太不尊重我们了吧？抱歉，何总是临时有急事。哼，急事？哪有什么急事比我们还重要？我们可是带着80万的诚意来的，你们公司就这个态度？女士，你别激动。我激动？我告诉你，我的时间很宝贵。他如果到现在还不来的话，这个项目我们不谈了。老程呢？是谁惹郑女士不高兴，发这么大的火？何总，让您见笑了。也是我的问题，大家快请坐。请。其实我来晚，也是在和总部沟通这个项目。二位也知道，这个项目是总部提出来的。何总，那总部怎么说？总部看了二位的策划方案，觉得可行，还在夸赞做得非常好。真的吗？这我还能骗你不是？但是吧，何总，这但是什么呀？但是总部说，资金方面还需要二位再垫付100万。什么？再垫付100万？我们昨天不是刚才拿过去80万吗？哎，坐。是，所以昨天我收到项目款之后，立马就和总部去沟通这个事情了。哎，现在行业情景二位也知道，处处都是倒闭、破产，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行业风口，大家都想把利润做到极致。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二位提交的方案可行，按照二位提交的方案，不用再垫付钱，但拿到手的利润要缩减到50%。50%？怎么缩减这么多呀？哎，情势下移的同时，所有的成本都在往上扬，所以总部给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可以让你们的利润达到60%。60%？那就是利润从1000万变成6000万。没错，6000万。这么多？那靠谱吧？郑小姐要是这样说话，还是要好好考虑我们之间的合作。自古流传一句话：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啊。您刚才的意思是说，总部在欺骗你？不是的，我没有那个意思。对。其实我也收到一些消息。什么消息啊？二位其实并不是霍夫人的朋友，所以这个项目也不是非二位不可。之所以还在这里和二位讲，是觉得二位是个爽快人。二位也知道，我嘛爱和爽快人谈合作。何总，您见谅，刚刚是我们冲突了。哎，理解。毕竟我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很震惊。
何总，不知道这个答复你们要的急不急啊？如果不着急的话，我想回去考虑一下，毕竟这10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理解，不过提醒二位，这个项目很抢手，考虑太久，总不可能会换人啊！明白。何总，明天我给你答复。好，那我等二位的消息。周哥，那可是6000万的利润，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还需要再垫付100万，我们已经贷了80万，再借100万，万一赔了怎么办？怎么可能会赔呢？周哥，你没听到人家何总说吗？这是总部出的新方案。话是这么说，咱们已经垫付80万了，这谁还会借我们100万啊？跟周刚在一起，我前前后后也捞了他50万，可这是我的保障钱，万一……但我能不能翻身，就靠这一次了。算了，赌一把吧。周哥，我这还有50万，我出50万。郑雪茹，你有50万，你还让我贷80万？周哥，这钱是我留给我们的孩子的，要不是你生意上需要，我也不想拿出来。可这100万……周哥，别再犹豫了，你想一辈子被陈小棠踩在脚底下吗？那程小棠算什么东西？还想把我踩脚下？那你还犹豫什么？这次就是咱们翻身的好机会。行，加上你的50万，我再去借。程总，好消息，不妨先猜一下是什么？我猜周刚他们上钩了。程总果然聪明啊！不难猜，他们一定不会拒绝你。我很好奇，你怎么能确定他们会答应？周刚这个人呢，虽然谨慎，但性格敏感，扛不住刺激。而郑雪茹这个人，一个字，贪。6000万，他们2个都扛不住的。程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等100万到账，就开始收网吧。明白。何总，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我们什么关系了？有什么不能说的？那我就问了。程总，您的为人我很清楚，我很好奇，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让您这么好脾气的一个人这么大的尴尬？他们无非是想开除我，私吞我那点提成，结果开除未果，就开始大肆造谣。如果那个时候我不是董事长夫人，就如他们口中所言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职员，那恐怕我连反击的能力都没有，说不定连哭都找不到地方。我懂了。周刚和郑雪茹这2个人把这职场搅得如浑水一般，难道真的让那些有能力却没有背景的人活该被他们欺负吗？况且他们离开到现在都没有打算放过我，这100万比起他们想私吞我的那点提成来比，根本不值一提。程总，您放心，我这一次一定帮你把这仇给报了。谢谢何总。其实这次我找您来还有一个事。什么事儿？这是文件，您看看。这是……我听说您一直在筹备新能源的项目，其实我也想拓展一下其他的市场。现在 AI 科技发展如火如荼，我也一直在观察。这个，我想做 AI 芯片方面的研究。何总，您意下如何？真的？太好了！有钱的项目谁不干？我干。何总，您不怕我骗您？哎呀，做生意嘛，哪没有赔的？再说，我相信你，程总。好。哎呀，周哥，你到底借不借嘛？急什么呀？我在想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吗？找银行贷款啊。咱们已经借了80万，再借100万，
银行是不会批的。那怎么办呀？哎，周哥，咱们去找高利贷吧。高利贷？郑雪茹，你疯了？知道高利贷是什么吗？那还能怎么办嘛？哎呀，周哥，你想一想，等这6000万一到手，高利贷那点利息算什么呀？可是，哎呀，你别可是了，周哥，你不是想打陈小棠的脸吗？怎么退缩了？行，听你的。好，我现在去给高利贷打电话。喂，刚刚是你们打的电话呀？是我。是，说吧，借多少50万。 50万，这么少？利息5分，1个月能还清。钱现在给你们。一个月？大哥，这时间也太短了吧？能不能再晚1个月？1个月还嫌少？这样，2个月，利息7分。7分？这么多呀？周哥，要不还是1个月吧？好不好？1个月。你们是借还是不借？借。签字吧。签完字之后，钱就是你们的了。1个月之后55万，少1分，你知道后果。何总，这是他们今天签的合同。你收着吧，1个月你知道该怎么做，对吧？好的，何总。何总，这是你的人。之前一起混的兄弟。何总，他们来了。好，我知道了，让他们等一下，我马上过去。何总，那您先过去吧。何总，这是你要的100万，1分不少，全在这儿了。周总果然爽快，这么短时间就给了答复。我也确实是想和何总合作，不想错过机会。何总，那咱们的合同什么时候签啊？现在就签。何总，没问题，那我现在就签字了啊。合作愉快，项目启动后第一时间通知2位。多谢何总。谢谢何总。程总，他们签了。辛苦何总了。应该的。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等。等？没错。等他们受不了了，自己就会找上门了。我明白了。老婆，事情进展怎么样了？刚说完。哎，对了，云州，那个 AI 的事情筹备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后天请了媒体发文预告一下。好，老公，谢谢你这么一直支持我的事业。你可是我老婆，当然要支持你了。再说了，我相信你的判断。你最近身体怎么样？小家伙有没有闹你啊？云州才怀孕多久啊？胎动还早着呢。周哥，这6000万到手之后，你打算干什么呀？先把债还了，然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把程小棠那个贱人永远踩在脚下。周哥，那你的计划里就没有我吗？当然有啊，给你买车，给你买房，只要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买。哎呀，周哥，我不要这些，你知道的，我不是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我不想要这些。那你想要什么呀？哎呀，你真的不知道我要什么吗？什么呀？哎呀，讨厌！你之前不是答应我了吗？等你事业有成之后就娶我呀。我都已经想好了，到时候买一个超级大的别墅，还有一个浴帽间，然后再给宝宝准备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儿童房呢。先等等，雪茹，你知道的，我有老婆。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不是已经答应我要离婚了吗？再等等，我现在事业刚起步，已经因为程小棠这个贱人丢了一些名声。如果现在离婚的话，恐怕没有人跟我合作了呀。所以再等等，好不好？不好！我给你怀孕生孩子，你到现在还让我等啊！我给你怀孕生孩子，你到现在还让我等！郑小茹，别闹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闹？周刚，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什么时候是啊？等你有钱了吗？等你事业有成，等你把我甩了吗？我什么时候说甩了你啊？雪茹，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我不懂事，我为了你背负着骂名，给你怀孕生孩子，我为了你放弃我稳定的工作，为了你背了80万的负债，我还为了你欠了高利贷，你现在说我不懂事？够了！周刚，你哄我！你别忘了是你先追的我呀！哎呀，好了好了，别生气了，还怀着孩子呢。你还知道我怀着孕呢，那你还让我生气？行，我答应，只要钱到账，我就离婚，立马娶你。真的吗？真的。我就知道，周哥你不会不要我的。何总那边也不说个时间，等10天之后吧。如果还是没有消息，咱们就去问问他，看看项目进度怎么样。毕竟高利贷那边催得那么紧呢。行，听你的。你好，我找何冠明何总。您二位有预约吗？预约？什么预约啊？我们之前来都没有预约过，直接见的何总。现在怎么还多个预约啊？抱歉，我们公司一直都是有预约的。没预约，你跟何总说，周刚来了，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抱歉，何总现在不在。在？对，何总出差了。要不您二位预约一下，改天再来。出差？那他什么时候回来？不好意思，我也不太清楚。不清楚？
那我们改天再来。程总，刚刚叫周刚和郑雪茹的来找何总。我说何总不在，他们已经离开了。知道了，辛苦了。周刚，现在知道该着急了。何总，继续晾着他们。周哥，这都过去1周了，何总怎么还没有回来？我怎么知道呀？打电话又不接，接了就说自己在忙，就给我挂了。你说，该不会何总出事了吧？不可能，何冠明一定不会出事儿。可是，那何总为什么不接我们电话啊？够了，我说了，别瞎说。喂，谁啊？周总，今天没联系的忘性这么大吗？是您啊？我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不记得您呢？没忘最好，别忘了，距离还款日期还有15天。15天后，我要是没见到这笔钱，周总后果自负啊！是，您放心，我一定按时还钱。关键时刻出岔子。陈小棠，周哥，你快看，是陈小棠！你在说什么呀？程小棠？程小棠？她怎么上新闻了？周哥，你看这个标题，陈小棠携 AI 核心技术突破，即将召开全球发布会。不可能，她一个孕妇，还是最底层的职员，怎么可能搞出 AI 技术啊？可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他是项目的总负责人，难道是董事长霍云舟把成就让给了他？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霍云舟在背后帮他。他程小棠不过是一个靠男人上位的废物，凭什么我过得不见天日，他程小棠却如日中天？不行，绝不允许！周哥，这件事情先缓一缓嘛，现在不是对付他的时候。何总那边一直不回消息，高利贷又催得着急，咱们不能再拖了。明天再去丰荣，我就不信他何冠明能躲我一辈子。你们何总回来了吗？抱歉，何总出差还没回来。还没回来？这都半个月了，何总到底去哪儿了？我们是真有急事找他，是之前签约的那个项目。这样，你给我问问，你们现在公司有没有除了他以外能够对接的负责人？不好意思，何总是项目的总负责人，其他同事无权处理。哎，你到底什么意思？耍我玩呢？先生，请您冷静一点，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规矩，给我滚！程小棠，陈小棠，你怎么在这儿？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倒是你们怎么在这前台耗着呢？怎么进不去啊？雪茹，别被他带动情绪。陈小棠，我正想说呢，你的狐妹子功夫越来越厉害了，都能让董事长把 AI 这个荣耀让给你了。周刚，你自己无能，就觉得全世界跟你一样无能是吗？哼，你的意思是这个项目是你一手研发的？这不可能。周哥，别跟他生气。陈小棠，我有件事，你刚刚在楼上是不是去见何冠明了？我见谁需要跟你报备吗？陈小棠，我这个项目是你介绍的，我现在找不到他人，你必须给我负责任。郑雪茹，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是想拿这个项目对付我吧？你觉得我是那种你捅了我一刀，我还要反过头跟你说谢谢的人吗？那你敢说这个项目你一点都没插手吗？我插手又如何？我没插手又如何？没时间跟你们耗，走了。该死，陈小棠！
该死！何总，我刚在楼下不小心碰见郑雪茹和周刚了，你要做好他们会冲上去的准备。没事，他们比我预想来的还要晚。周哥，何冠明肯定在楼上，咱们冲上去找他吧。肯定是。程小棠来这里，不是见他还能见谁？走，咱们上去找他。走。何冠明，你给我出来！何冠明，我的180万给你，你躲着不见什么意思？滚出来！你们不能进去，快出去！你给我起开！你们已经违反了我们公司规定，再这样我就叫保安了。你叫啊你啊！还干什么呢？何冠明，我就知道你在这儿躲着我们不见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哎，二位消消气，消消气，我们会议室聊。来，请。何总，你总得解释一下吧？躲着我们不见什么意思？其实这件事情啊，我也想跟你们说，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什么意思？项目黄了？真的假的？我们垫了180万，你跟我说项目黄了？没有，这个你们放心，合作它没有黄。那什么意思？就是啊，既然项目没有黄，你为什么要躲我们半个月？问题就在这一点，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讲。那既然项目没黄，那有什么不好讲的？那我就直说了。我知道这个项目对你们来说很重要，但是合作它没黄，项目开启的时间要往后拖1年。1年？你开什么玩笑？哎，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很生气，但是没办法，这是总部那边传达的消息，总部那边资金链出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个项目暂时搁置。哎，您放心，我特意向总部表达了你们对这个项目的重要性，所以总部决定1年后重启这个项目。何总，我们往这个项目里投了180万，你现在停1年，我们中间怎么办呢？哎，这也没办法，生意场上这种事情随时会发生，谁都不能保证合作会一帆风顺，没有半点差池啊。可你们这差池也太大了吧？哎，没办法，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项目开启时间根据总部安排调整。那既然这样，这项目我不做了，你给我退钱。周总，这钱可退不了，我们签的合同可是白纸黑字，而且钱已经投进项目里了。可是他让我们借了高利贷啊，还有10几天就要还了。何总，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们没有钱干什么项目啊？而且又不是我让你们借的高利贷。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何冠明，你是不是跟程小棠那个贱人商量好了，故意设个局来骗我们呀？周总，您说这话还是要讲证据的。合同是你们自己签的，字是你们自己写的，哪来的骗子？而且我为什么要骗你们？他是不是来找你了？他让你帮他陷害我们，一定是陈小棠。咱们这个项目就是他介绍的，肯定是他故意陷害咱们。二位，签合同前我就说好了，我这个人只看重利益，哪怕你们是仇人介绍过来的，只要愿意合作，我都能接受。再说，这合同签与不签是你们自己决定的，哪来的骗人一说？何冠明，别给我扯那没用的。我告诉你，今天这个钱你要不拿出来，我跟你没完。周总，威胁我是没用的，我也是按照合同办事啊。好啊，何冠明，你等着。哼。程总，他们走了，很生气。好的，我知道了，辛苦了，何总。没事，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好，那我们3天之后 AI 现场会见。好的。老公，这几天你让公司公关部盯着点网上了。行，我老婆果然料事如神啊。
别开我玩笑了，我只不过是过于了解周刚这个人罢了。周哥，怎么办呀？高利贷那边马上就要还了。何冠民说项目推1年，钱要不回来，我怎么知道怎么办？那可是55万啊！咱们拿什么还嘛？我怎么知道呀？程小棠，都是他害的，我们变成这样。周哥，这么说，既然如此，咱们为什么不去找陈小棠负责？因为他跟你一样，一点真本事都没有。咱们现在去找他有什么用？他是不会认的。所以，咱们就认栽了吗？认？不可能！他害得我们倾家荡产，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周哥，你打算怎么做啊？3天之后，他程小棠不是要开 AI 洽谈会吗？我去给他搅黄，看他还怎么开。可是周哥，咱们能对付他的办法都用的差不多了，怎么搅黄？捏造事实。你是说用舆论？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他勾引董事长的照片吗？把这照片发出去，再发一些捕风捉影的言论，这些言论全部都指向他冒名顶替别人荣耀的事实。我就不信了，会没有人骂他。周哥说的对，现在的网友啊，根本就不在乎一件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到时候还不是咱们说什么，网友跟着咱们说什么？没错，最关键的是，这些东西要在洽谈会开始前3个小时发完。我要在洽谈会开始之前，让他成为人人谩骂的对象。到时候他精心准备的洽谈会，没有一个人到场，这样所有人都知道，他程小棠是靠男人上位的。可是周哥，这万一咱们要是被发现是你的话，怎么办？你傻呀，用匿名账号，我就不信他能查到。周哥真聪明。程小棠，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出事，老婆！出事了！现在网上全是关于你洽谈会的讨论。老婆，他们说的太过分了。AI 技术明明是你自己一手研发的，在他们眼中，倒成了我的功劳。周刚这速度比我想象中的要慢，我还以为他前2天就会发，没想到今天才发。他还真是粘牙，怎么都甩不开。怎么可能甩得开呢？如果是你，有人把你喂到嘴边的提成给抢了，你宁愿什么都不做吗？我现在就让公关部同事准备一下。还有一件事，半小时之后，过来。程总，洽谈会马上开始了，到现在都没有人来。他们说不过来。啊，程总，这可是你辛苦准备3个月的项目，就等着这一天，怎么会没有人来？这网上舆论发展这么快，有意向的合作方和媒体，自然要观望一些。到底是谁啊？怎么专门和我们对着干？竟然在这种时间发表这种言论，全公司上下谁不知道？程总，您的实力可是真真切切的。不用着急，始作俑者待会儿就来。啊，程总，您知道是谁？哟，这不是传说中的 AI 洽谈会吗？这怎么这么安静啊？周刚、郑雪茹，
你们不是已经离职了吗？谁让你们进来的？老妈，这公司是你家开的，我们怎么就不能来？再说，这是公司的大事。我们虽然离职了，但还是关心公司的嘛。就是，陈小棠，你不是要开什么洽谈会了吗？这人呢，怎么连个鬼影都没有啊？周刚、郑雪茹，这网上舆论的照片是你们俩发的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周刚，你跟了我6年，你什么为人我最清楚。你不会以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用个匿名账号，我就找不到你了？程小棠，你少往我头上栽枣。别人这么发，为什么不加上你自己啊？你都这么做了，还怕别人发呀？你自己靠男人上位，还怕别人说？就是，陈小棠，你当初勾引董事长的事情，全公司的人都知道。现在怕人说，当初就不要这么做嘛。没错，现在你还妄想抢董事长研发 AI 的功劳，还要不要脸呢？你们在胡说什么？程总的 AI 技术是他自己辛辛苦苦研发的，才不是你们口中说的抢董事长的功劳。他这些话也就骗骗你们罢了。他自己研发的，他程小棠一个孕妇，哪有这个精力，哪有这个实力？你先回去吧。周刚、郑雪茹，这就是你们2个今天过来的目的吗？没错，我们今天来呢，就是为了笑话你。谁让你骗我，背上了180万的负债？陈小棠，你有今天都是你咎由自取。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敢承认，我还可以从轻处理。承认什么？程小棠，你少诈我！你说的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吗？说这话之前，好好看看这个是什么？什么？周刚，周刚，你快看！程小棠，没想到呀，你这么快就查出来了，你这是早就准备好了吧？周刚，我早就说过了，我知道你什么为人，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放过我。没错，程小棠，你不过是一个靠男人上位的贱人，凭什么毁了我的人生？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还不知道是谁的种。好，你们2个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就休怪我无情。喂，可以发了。程小棠，你想发什么？当然是真相。真相？什么真相？老婆，老婆，娘发的已经都发出去了，让我公布。公布什么？当然是我和我老婆程小棠的结婚证，以及我老婆独立研究 AI 技术的研发日志。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啊？研发日志上有我老婆每一天的工作记录以及时间出挑，都记录得清清楚楚。那又怎么样？你是董事长，只要你想帮他做点这些日志，岂不是轻而易举？周刚，研发日志只在区块链上存在，无论是什么身份，都没办法篡改。不可能！你们肯定跟之前一样串通好了，骗我是吧？这怎么可能？怎么会？真的是董事长夫人？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是你们一直不相信。陈小棠，你要真的是董事长夫人，那你为什么要报复我们两个普通人啊？我报复你，不是你一直在报复陷害我吗？怎么，你报复陷害我的时候，我还得忍着是吗？是，我们报复你，我们是有错，但是你为什么要让我们背负那么多的债务啊？郑雪茹，这些事儿开始的时候你们都有退路，就怪你们自己把路走死。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从一开始你们想抢夺我奖金，然后开除我，到后来你们为了报复我，给你自己认为的董事长夫人打电话，到这儿你们都还有退路。怪就怪你们两个太贪了。丰润公司这个项目，你们但凡其中一个人好好看看合同，就能看出项目的问题。只可惜目的性太强，把自己害了。完了，全完了。周刚，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放心吧，我已经联系律师了，你们所有的造谣和诽谤，还有职务侵权，剩下的自求多福吧。陈小棠，陈总，不能这么对我，我是你一手带出来的，你不能这么对我。我带了你这么多年，我有教过你今日的所作所为吗？但我也为你卖了这么多年命啊，陈总！你是为我卖命，你是为你自己卖命吧？还损害了我的名声。陈总，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就看在我是个孕妇的份上，你就放过我吧。放过你？当初我老婆怀孕的时候，你是怎么逼她的？现在居然还有脸说放过我？张雪茹，我给过你不止一次机会。张雪茹，我给过你不止一次机会。今天这一切是你自己选。程总，你非要赶尽杀绝吗？难道你对我就没有赶尽杀绝吗？那是因为我当初不知道你是董事长夫人。如果我知道你是董事长夫人，肯定不会这么对你。周刚，就是因为这样，郑雪茹才会被你骗得误入歧途。难道普通人就应该被你算计得走投无路吗？难道在你眼里，女性就只能在职场和生育中2选1吗？不是这样的。周刚，一个商人最忌的就是过于算计。没错，一个人要有底线。你可以不喜欢一个人，但是你不能用诽谤毁了他的一生。底线？程小棠，你跟我谈底线？你在公司隐瞒身份6年，你又跟我说底线？我隐瞒身份是想从基层做起，用自己的能力证明我的价值。沈小棠，你说的好听，你要是早点承认你是霍总夫人，我们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吗？郑雪茹，你到现在还指着怪别人是吗？我亮不亮身份，跟你们贪不贪有关系吗？程小棠，你别把自己说的这么高尚，你手里的那些单子，还不是霍云舟在背后帮了你？周刚，你再说一遍，我说错了吗？她程小棠一个孕妇，怎么可能接这么多单子？还不是因为你？周刚，你忘了，你入职第1年那笔500万的大单是我让给你的，你第3年总监是我给你升的，第5年公司要裁员是我保的你，这些跟他有什么关系？沈小棠，你不要再装好人了。你帮周刚，不过是因为他是你的下属，他能帮你赚大钱。你如果真的对他好，你还会去骗我们的180万吗？这个合同是你们自己签的字，贷款也是你们自己要做的吧？怎么，我逼你们贷款，逼你们借高利贷了吗？你让我们以为那个项目可以赚大钱，那个项目是可以赚钱，但你们自己不看清合同就签字，怪谁啊？程小棠，你现在说什么都对，反正我们输了，你说什么都对。周刚，这6年来我教了你那么多，唯独一件事情没教会，做人要知足。老婆，别和他们说了，小心伤了身子。
来人，把他们两个给我拉出去！放开我，程小棠，我不会放过你的！放开我！放开我！总算结束了。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没事，有你在我身后，不辛苦。老婆，你放心，我会一直在你身后的。我知道，剩下的就交给律师吧。那我们现在当然是继续研讨会了，他们应该都收到消息了，在赶过来的路上。老婆，你现在还有身孕，要不然休息一下吧。怀孕怎么了？怀孕就影响拼事业了吗？我得过去了，先走了。老婆，老婆。